中秋节，走投无路的我在街边卖初夜，来买的是个老头，皮肤黝黑，浑身脏兮兮，臭烘烘，连手里的钞票都跟他的脸一样，皱巴巴的，透着一股难闻的少水味。我嫌弃地皱起眉头，想拒绝，可老头说他可以加钱，于是我理所应当地收下钱，毫不犹豫地跟他走了。只要能让我活下去，老头就老头，不过是一个晚上，咬咬牙，总能挺过去的。嘿，朋友，不管你现在是在挤地铁、等咖啡，还是刚放下手头的事想偷个闲，别着急划走。今天的一夜故事，刚好能填满你这几分钟的碎片时光。喜欢我的朋友，欢迎点击订阅分享。那我们故事开始。我跟着他，钻进了他在垃圾场旁边临时搭的窝棚里，黑洞洞的，没有一丝光亮，正好方便办事。一进门，我就主动去解上衣的扣子，想着早完事早解脱，顺便从口袋里掏出一颗保险套递给他。他伸手接了，我这才放下心来。我已经一身病了，不想再多添个脏病。当着老头的面脱衣服这件事的确很艰难，整个过程我都咬着牙，可手上的动作却丝毫莫停。一旦停下，就意味着我还要跟他多相处1秒钟，哪怕就是1秒钟，我都觉得很难熬。而老头却似乎不急，他坐在那张黑黢黢的破床上，眼睛不知道看向哪里，但是我脱一件，他就伸手替我捡起一件，声音沧桑的像干巴巴的老树。天冷，容易着凉。我瞬间愣住，揣测他话里的意思，但是转瞬我就明白了，于是不屑张口，你要穿着衣服来？那也行，快点吧，早开始，早结束。我不耐烦地走到他跟前，虽然每一步都像灌了铅一样使我脚步沉重，可我还是尽量装作满不在乎的样子。在活着面前，贞洁根本不值一提。老头不说话，只是窸窸窣窣地翻出一盒火柴，滋啦一声点着，然后把屋子里唯一的一盏煤油灯点亮。忽然出现的光线让我有些不适应，昏黄灯光下，他泛着古铜色光泽的脸满是褶皱，那些纹路堆积在一起，一层一层，就像是老树的年轮一样密密麻麻。一双干枯变形的大手扶着膝盖，坐得十分端正，只是后背佝偻着。他眼睛不看我，显然是对那种事还有些放不开。在我这个小女孩面前，他倒显得比我更拘谨，可我知道他这是光有贼心，没有贼胆。为了尽快结束走人，我只好硬着头皮主动，把手伸向了他那件汗涔涔又满是污渍的破旧衬衫。可手刚一伸出去，肚子就不争气地咕咕叫了起来。我急忙捂住胃，使劲地往里按了按。这是我的绝招，人在饿极了的时候，只要这样按，胃里的饥饿感就会减轻。老头似乎也听到了这声响，他干枯如树枝一样的大手去床头翻了翻，最后居然翻出一盒月饼来，递到我面前。他有些不自然地把嘴角往上弯了弯，好像脸上皱巴巴的皮有些不听使唤似的，笑得僵硬。吃吧，今天中秋节。他的话很少，语气也平淡，一时之间居然让我有些恍惚，这到底是他的善意，还是办那事之前气氛的缓和？可我真的饿，我不管那么多了，拿起他的月饼就开始往嘴里塞。甜甜的滋味瞬间让我放松了好多，即便是小时候最不爱吃的五仁馅，现在吃起来也觉得幸福无比。自从父母离世后，我就再也没吃过月饼了，因为流落街头，连饭都吃不饱了，哪里还有钱买月饼？我一口气居然把4个月饼都吃光了。等我心满意足地再抬头看时，才发现他一直在看我。我有些尴尬地抹了抹嘴角的残渣，
强行挽尊似的冲他扬扬头。我不占你便宜，月饼钱可以从费用里抹去，别人不欠我的，我也不欠别人的。老头摇摇头，打量了一下我的身体，我已经脱得差不多了，仅剩一条吊带和短裤。他那浑浊的目光落在我身上时，让我感觉像烙铁一样灼痛。我不自觉的心跳加速，紧张到屏住了呼吸。他起身，步履略微有些蹒跚地朝我走来。我顿时死死地闭上眼睛，身体僵硬得像一块铁。我本能地想要往后退，想要逃避他那苍老的身体和难闻的气味，可理智告诉我，躲了就没钱治病了。于是我硬生生把自己焊在那里，任由他靠近我。可下一秒，一件衣服就披在了我的身上，还暖暖的，香香的，像一个香香软软的小女孩的味道。我惊愕地抬头，看到一双苍老如树皮的手正把一件粉色的外套往我肩膀上搭。你穿这个好看。他笑了笑，昏黄的眼睛里是一种淳朴的真诚。我狠狠愣住，拿起那件衣服看了看，布料软乎乎的，样式虽然有些老，可依然遮盖不住它的美丽。凑上去一闻，还有些淡淡的香皂味道。它简直跟这个漆黑的小窝棚格格不入。我捏着他的手不由攥紧，如果这是我的衣服，该有多好啊！我好久都没穿过这么漂亮的衣服了。我唯一拥有的还算囫囵的衣服，就是刚刚我脱下的那件黑白格子的衬衫，纽扣已经掉了好几个，我用木棍缝在上面，临时代替扣子，袖口也磨破皮了，露出原本惨白的颜色。我低着头，强压住心底想要占有它的欲望。再抬头时，我又变成了那个野蛮的小刺猬，浑身都是刺的，把衣服扔给了老头。我不要，抓紧办事吧，我没时间陪你玩，我的钱还要拿来治病呢。医生说每透析一次要1000元，今晚老头给我的钱只能够我透析3次，续命3回，所以我不敢多花1分，花掉1分就少1分，少1分我就少续命1次。刚刚的月饼已经花掉我一些钱了，现在想想，我都恨不得扇自己2个耳光，怎么可以这么馋？而老头却把衣服重新捡起来，放在手心里，爱惜地拂去上面的灰尘，用嘴吹了又吹，确认干净以后，又重新拿给我。穿吧，我孙女的，干净着呢。他语气中竟有几分和蔼。我踌躇着，目光始终警惕地打量他，甚至有些看不懂，这老头到底想干什么？可他却始终用那对沧桑淳朴又带着笑意的眼睛看我。为了避免被杀个回马枪，我死死咬着唇瓣，梗着脖子故作硬气的道：我可没钱，你付的钱，我还有别的用。他笑道：不用钱。我这才犹犹豫豫地将衣服接过来，套在了身上。穿上的那一刻，我觉得自己整个人都焕然一新了，好像过年了一样。正当我欣喜地欣赏着自己的新衣服时，老头不知道什么时候从窝棚的另一端端来一盆热水。他笑着，语气带着几分讨好：洗洗，干干净净的。我下意识地往后一缩，看着老头的眼神更加提防。他立刻慌了，晃了晃干枯的双手，跟我解释：别怕别怕，我躲出去，我躲出去。可看我眼底的恐惧并没有消失，他又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似的，急忙从上衣的口袋里掏出10块钱来，冲我晃了晃：给你，去澡堂子洗干净，女孩都喜欢干净的。我看着他真挚又慌乱的眼神，才终于放下了戒备，伸手去拿了那10块钱。去澡堂子的路上，我在前面走，老头子就在后面跟着。偶尔遇到几个路人，他们都认识老头。我从他们跟老头说话的言辞中知道，老头姓李，就是捡垃圾卖废品卫生的。说话的时候，
他们的眼神也会探寻地望向我，不过我都装作没看到，因为我跟这些人将来也不会有什么交集。就这样一直沉默着，我来到了最近的一家澡堂。钻进去之前，老李头说他在门口等我。我捏紧拳头，有些胆怯地走了进去。等再出来的时候，我身上轻飘飘的，清爽的好像要飞起来了似的，头发再也不油了，顺滑亮泽，香喷喷的，身上也丝滑的，再没有一丝黏腻感。站在镜子前，我甚至都有些不认识我自己了。这还是我吗？这还是那个5岁就失去父母，身患绝症，流落街头的女孩吗？还是那个跟狗抢食、捡垃圾吃的女孩吗？我正愣着，不知道什么时候，眼睛里已经蓄满了热泪，可我很快就将眼泪擦去，把心底的那一层柔软封禁。因为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，如今的这些不过是昙花一现。我故意黑着脸从澡堂子走出去，本想着跟老李头摊牌，让他想怎么样趁早老实说，免得浪费时间。可看到他的那一刻，我愣住了。他手里正拎着一兜冒着热气的大白包子，笑意盈盈地朝我走来。刚才肯定没饱，吃包子。他打开袋子，本想伸手去抓出来给我，可手伸到一半，似乎意识到自己的手不干净，又急忙缩回来，只是把袋子又往我怀里推了推。热气腾腾的包子散发着浓烈的面香和肉香，即便我再要强，也忍不住一遍又一遍地吞口水。我不顾包子的滚烫，抓起一个就往嘴里塞，一边吃，一边张着嘴吐出热气。包子在嘴里来回换位置，烫得我龇牙咧嘴，可我就是抻着脖子往下咽，没有吐出来一口。脑海中不由得想起7岁那年，我在街上流浪，实在是饿得不行了，偷了街边包子铺的一个包子吃。那个老板抓住我就是一顿毒打，后来又把我拖进店里，说让我赔包子。我问他怎么赔，他说进后厨玩脱衣服的游戏。那天我是用后厨的刀扎了老板的手，才从里面逃出来的。后来也有人在路边施舍过我几个包子，但是那些男人用几个包子就想拖我进小树林，我每次都拼命地挣扎，然后一边跑一边把包子塞进嘴里。等我挣脱开以后，自己也早就被噎了个半死。我知道被拖进小树林的下场，因为我认识的人里面就有明晃晃的例子。偶尔跟我一起要饭的姑娘小铃铛，她就是个轻微的智障，每次有人递给她包子的时候，她就乐颠颠地跟人家钻进小树林。没过几个月，小铃铛的肚子就会大起来，然后被人带走流产。有时候没人发现她怀孕了，她就会在哪个犄角旮旯生下孩子。原本我以为老李头的目的也不过如此，可现在看来显然不是。老李头已经给过我3000块了，但是他没有对我提任何要求。也就是从这开始，我确定老李头并没有什么非分之想，他不是在买我，更像是在买一个孙女。可他明明已经有一个孙女了，只是从来不来看她。我思来想去，肯定是他嫌弃老李头是个捡垃圾的，嫌他脏，嫌他丢人。可我不嫌弃，过去我也是靠着要饭和捡垃圾才活下来的。老李头虽然脏，可他把我收拾得干干净净。他在小窝棚里用崭新的木板给我拼了一张床，上面的被褥都是香香软软的，虽然被香皂洗得有些发白了，可却总有一股阳光的温暖味道。他的手虽然粗糙，但是却可以梳一对很漂亮的麻花辫。每天早晨他都给我梳，他一边给我梳头，我一边漫不经心地问他：老李，你孙女怎么不来看你？老李头有些伤感地说：他去了很远的地方，暂时回不来。我点点头，心想他孙女肯定是出国了吧，那么有出息，
竟然把老李头一个人孤零零地留在国内，实在是有点没良心。看老李头的样子，他应该是很爱自己的孙女。我脑子里灵光一现，又追着老李头问，那我给你做孙女好不好？这样我就可以有个家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居然敢跟老李头提出这么不要脸的要求来。或许是这些天看到了老李头对我的疼爱吧，那是一种长辈对小孩子的疼爱。他出门捡垃圾，看到有好看的玩具会捡回来洗干净，然后送给我。每次回来都给我买香喷喷的肉包子，甚至还花钱给我买了一条粉色的连衣裙。我期待着老李头的回答，可他梳头的手却微微一愣。我以为他是不愿意，可等我回头一看，老李头的眼眶已经红了。那往后你就是小李。他抹了抹浑浊的眼泪。我嘻嘻一笑，摸了摸他苍老如树皮的手。你是老李，我是小李。爷爷，以后我就是你孙女了。然后我们咯咯咯地笑起来，笑得没心没肺。以前别人都说爱可以滋养血肉，我从来不信，可现在我就成了那个被老李头滋养的人。只是我在老李头家住的久了，难免被人看见。那些认识老李头的人开始对他议论纷纷，不幸被我听见。老李头都多大年纪了，还想着那事呢，真不要脸。这小姑娘也是的，小小年纪就不学好，连老头捡垃圾的钱也要赚。你可不知道，老李头可惯着她了，自己都脏兮兮的，还带着这小丫头去洗澡。看来老李头还真是喜欢她呀。魔怔了吧，让小姑娘把魂儿勾走喽。他们的话难以入耳。晚上老李头捡垃圾回来以后，脸上也明显多了一抹郁色。我知道我的到来给他带来了不少烦恼，所以收拾好了东西，把那3000块钱拿出来2000，塞进了他手里。老李，那1000算我借你的，等我去医院续了命以后就赚钱还给你，我偶尔会回来看你的。老李听到我这么说，深陷的眼窝唰的一下就红了。他声音颤抖地问我，你也要离开我了？我苦笑着，把马上就要溢出来的眼泪生生憋了回去。干嘛说的这么严重？我像平时一样嘻嘻哈哈的。我是为你着想，免得别人到时候报警说你拐卖妇女。老李头浑浊的双眼神色复杂，有不舍，有犹豫，可却只是盯着我不放，好像少看一眼都吃亏一样。我当着他的面，假装没心没肺的把自己那少得可怜的东西背在身上，准备离开窝棚。老李头回过身来，似乎想拦住我，可他的手刚伸出来，话还没等说，我就打断了他。行了，别送了，放心了，我会照顾好自己的。说完，我假装潇洒地冲他摆摆手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离开了老李头后，我又回到了从前的生活，住在地下通道里面，身下铺着一张薄薄的纸壳。可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总会想起老李头那满脸慈祥的褶皱，还有那双粗如树皮却无比温暖的大手。他给我梳的辫子早就已经凌乱了，但我舍不得拆。他送我的新衣服也早就脏了，我去医院透析的时候用水仔仔细细的洗过了，然后随时随地的带在身上。只是偶尔还会想念他给我买的肉包子，那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包子，可惜以后是很难吃到了。后来我终于找到了一家餐馆，他们不嫌弃我是绝症病人，允许我在后厨做洗碗工，但是1个月只有1800的工资。我留下1000块钱当做我续命的钱，其余的都攒着给老李头，就当报答他当时的收留之恩。3个月后，我拿着自己攒的钱去找老李头的时候，却发现原本应该有窝棚的位置，如今是空荡荡的一片。如果不是那里还残留着老李头生活的痕迹，我甚至都以为曾经发生的一切都是我的幻觉。
我疯了似的抓住垃圾场的工作人员问：住在这个窝棚里的老头呢？垃圾场的人用看精神病一样的眼神看我，去找孙女了。我听完后，虽然有些怅然若失，可心底还是为老李头高兴，有亲孙女在身旁，老李头吃不了亏。那可是国外，他孙女肯定很有钱，可以带老李头吃香的喝辣的，以后再也不用捡垃圾，也再也不用脏兮兮被人嘲笑了。我攥了攥手里握着的2000块钱，因为是一路跑来的，所以钞票都被我掌心的汗水浸湿了，好像能攥出水来，就跟我现在潮湿的眼睛一样。但是我很快笑着擦干眼泪，老李头去过好日子了，我哭什么哭？后来，我靠着自己攒钱，从餐馆辞职出来，开了一个包子摊，专门卖肉包子，又大又白又香，就跟当初老李头买给我吃的一模一样。每次收摊回到出租屋之前，我都会给自己留2个包子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觉得包子总比别的食物更加亲切。靠着这门手艺，我的生意越做越好，摊位面前经常是大排长龙，有些人甚至从外地过来就为了买我2个包子吃。我也从一开始的小摊位慢慢升级，成了包子铺，后来包子铺又开了连锁，成了小李餐饮公司。我再也不用为透析的钱发愁，也不必睡在地下通道和桥洞，更不用靠着捡垃圾吃饭。我住上了别墅，开上了豪车，成为首屈一指的女强人。而这些年，我也一直在调查老李头的行踪，可始终一无所获。直到有一天，我来到自己的线下门店吃包子的时候，在装修精美的店门口碰到了一位格格不入的、头发花白的老人。他佝偻着身躯，手上拄着一根木棍，身上散发着一股馊味。服务员此时正在驱赶他，满脸的嫌弃和不耐烦。快走快走，这里不是你要饭的地方。他捂着鼻子，像在驱赶一只苍蝇。老人满脸无措，支支吾吾半天才终于哀求着说出几个字来：能不能卖我1个包子？我孙女爱吃，我没有太多钱，你卖我1个就行了。服务员根本不听他在说什么，直接连推带搡的就把老人往外赶。快走走走，别耽误我工作。不卖不卖不卖。我原本是不想管的，可听到他说孙女爱吃，不知道怎么的，心就软了，给他1笼包子，另外带老人去换1套衣服。我终于还是没忍住发话了，因为我经常来，所以服务员认出我来，只好按照我的话来做。可当他去搀扶老人的时候，老人略微抬起头来，一张熟悉的脸立刻浮现在我眼前，是老李头。我浑身一震，以为是自己眼花了。我连忙使劲地闭了闭眼睛，再睁开时，看得清楚的不能再清楚了，那就是老李头。爷爷，我几乎是不受控制地脱口而出，声音也禁不住有些发颤。老李头微微一怔，意识到我是在喊他之后，有些颤颤巍巍地回过身来，冲我鞠了一躬：老板，你认错人了，我没有你这么有出息的孙女，我孙女现在一个人在外流浪，她还生了重病，是死是活我都不知道。他说着，抬手擦了擦脸颊上浑浊的眼泪。我听到他这话，眼泪再也忍不住奔涌而出。原来5年前，爷爷说要找的孙女是我，他要找的人一直都是我。爷爷，是我，我是小李啊。我抽泣着，冲上去一把抱住了他。他佝偻的身体狠狠一震，好半天，他才搭上我的后背，声音哽咽而颤抖：乖孙女，我总算找到你了。爷爷还以为你再也不理爷爷了，这些年你跑哪去了？我迫不及待地把爷爷带回我的别墅，推开门的那一刻，我骄傲地跟他显摆：看，爷爷，这是我现在的家。爷爷先是眼前一亮，
紧接着无法言表的欣喜之色就染上他沧桑的脸，这回换成他胆怯的不敢进门了。还是我挽着他的胳膊，强行把他拽进来的。这是我家，也就是你家，进自己的家，有什么拘束的？我对他畏畏缩缩的样子有些不满，可爷爷却不好意思地笑了，有些嫌弃地瞅了瞅自己身上的衣服，然后有些怯懦地道：我怕给你弄脏了。我扑哧一声笑了，可眼睛里却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蓄满了泪。那这回我也把你送去洗干净，咱们干干净净的，把过去的苦日子都忘了，好不好？爷爷，这回孙女带你吃香的，喝辣的。我抹去眼角的潮湿，把爷爷交给保姆，他带着爷爷去洗澡和换衣服。等回来的时候，爷爷也跟我当初一样，焕然一新了。只是他还是有些不适应，走到哪里都是小心翼翼的，就好像身上穿的衣服是他偷来的一样不自在。我让保姆专门给收拾出来一间房，作为爷爷的卧室。我带他去的时候，兴奋地跟他介绍：爷爷，以后你就住这间，好不好？喜欢吗？我生怕他有一点点不满意、不舒服，可爷爷的脸上却始终带着笑，冲我点头。我孙女出息了，我孙女出息了。那天晚上，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这个。我本来以为以后我就可以一直跟爷爷生活在一起，带他过好日子了，可没想到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去敲门的时候，爷爷没应门，敲了半天都没动静，我只好强行把门打开。冲进去的时候，爷爷在床上躺着，十分安详，他唇角带着微笑，脸上的每一条褶皱依然看起来那么慈祥。我有种不好的预感，上前轻轻推了推他，可他一点反应都没有。我的手立刻慌乱地抖了起来。床头上，一张泛黄的纸上，写着他的绝笔信，字迹略微有些扭曲，但写得很清楚：乖孙女，找到你，爷爷心愿就了。真的抱歉，弄脏了你的别墅和床，本来想死在外面，可爷爷的身体撑不住了，也怪爷爷贪心，想看看你过得好不好。在绝笔信的下面压着一张卡，居然是一张银行卡，背面写着他的名字李中国，密码的那串数字是我们相识的那天。看着看着，我的鼻子一酸，视线就模糊了，然后眼泪啪嗒啪嗒地掉在了卡上，因为卡上还有一句话：孙女，用这钱去换肾吧，爷爷希望你健康。原来他这5年不但在一直找我，还在拼命给我攒钱。想起他佝偻着身躯翻垃圾的样子，我彻底崩溃了，抱着他嚎啕大哭起来，心像是被生生撕碎了一样，变成粉末了。如果早知道这是最后一面，那我宁肯不见他；如果早知道享福的日子只能过1天，那我宁肯不成功，一直陪着他在窝棚里住5年。爷爷的葬礼举办之前，我试图联系他的亲孙女，可是不管怎么查，都没办法找到这个人。后来我没办法，只好去了之前那个垃圾场，看看有没有人知道爷爷的孙女在哪里。大部分人都不记得有这么个拾荒老人，只有一个长期在这个垃圾场工作的人还记得他。你说老李头？他做出一副思考状。我赶紧点点头，对，就是他，之前在垃圾场附近搭窝棚的那个。你知道他孙女在哪里吗？他想了半天，最后告诉我一个十分匪夷所思的答案。他是有个孙女，但是早就死了呀，绝症死的。听说老李头就这么一个亲人，结果还得病死了。当初为了给他治病，老李头可是倾家荡产，可惜还是没救回来，最后他就跟丢了魂似的，来我们这大窝棚了。你别说，老李头这个人自己倒是不讲究，
吃的也差，人也邋遢，可是他对他孙女可好着呢，总是收拾得干干净净的，吃的穿的不比别的姑娘差。那人说着，还禁不住为老李头竖大拇指，可我早已泪流满面。我想起那时候爷爷对我说的话，他说他孙女去了很远的地方，原来真的是很远的地方，那个地方叫做天堂。我也明白了，老李头为什么把我带回家，他不是缺一个孙女，他是想给自己一个重新来过的机会，再给他一个机会，他一定会把孙女救活的。而这次他成功了，我不但活了，还活得很好很好。后来我终于托人找到了爷爷的亲孙女的墓，把她和爷爷葬在了一起，从此他们就团聚了。爷爷在天上一定会很幸福的。而我也终于等到了换肾的手术。交手术费的那天，我特地把爷爷留给我的卡拿出来，用里面的钱顺利缴费。虽然我已经不缺钱了，可我知道，我用爷爷的钱治病，他一定会高兴的。这次他终于把孙女救活了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故事，不妨把它分享给身边的人，让一份小温暖变成2份、3份。下一期一夜故事，我们还会带来新的一夜惊喜，可能是关于梦想，关于陪伴，也可能是关于不期而遇的感动。记得准时来赴约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